猜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没错，就是我身后的流光芙蓉系列瑜伽垫，是最新的瑜伽垫。你可以先按下暂停，然后先去预购瑜伽垫，再回来看这支影片 ，OK 吗？我会去跟你们分享我这个礼拜都在忙什么，就是要拍产品的照片啊，要修图啊，然后上架到官网啊，各式各样的事情。迫不及待，希望可以把这么漂亮的东西分享给各位。影片要看到最后，然后记得帮我按赞，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支持，还有订阅。早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去吃早餐，然后我要跟老板说谢谢，都会自动变成谢谢，会自动有一个台湾的口音。今天修了一整天新产品的照片，还没修完，然后休息一下下。刚刚就边修图，然后边听张修修的 YouTube， 然后里面他有提到无畏布施这一件事情。一般的布施，我们都以为是可能布施你的钱啊，去帮助人家，但是无畏布施就是你去让其他人他不会感觉到害怕，你去帮助他们去除害怕，然后让他们感觉到身心安定，就是一个无畏布施。像是我们在练瑜伽，或者是你平常去分享一些事情，然后让人家感觉到安定，比如说你听朋友倾诉事情啊，然后让他们觉得讲完心情很好，你的陪伴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没有这么的恐惧，或者是这么的可怕，其实就是一个无畏布施。我是想要分享说，刚刚听到他后面讲的就是网络世界的无畏布施这一件事情，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他说第一点是不去分享会引起负面情绪的东西，然后尽量多去分享正面情绪的内容。然后第二点是不要轻易的在网络上批评别人，以及你如果在网络上要回应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先想象你站在这个人的面前，你敢这样跟他说话。如果你说得出口，那你就去做这一条回应；如果你说不出口，那就不要当那个可能会造成别人困扰的，或者情绪上困扰的那一个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脱离不了网络，也是因为网络我的这个影片才可以分享给你们看到，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你要怎么样去善用这一个工具。那我有想到说我也在推广觉知这一件事情了，就是你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比如说你今天是使用者，那你要怎么样有觉知的去使用你的手机跟网络，就是你平常到底都在搜寻什么资料，然后看什么资料，你对什么东西按赞，你为了什么东西给你的演算法，他们其实都是一个觉知。你有没有觉知到你到底在为什么东西给你的演算法？因为它会不断的推你喜欢的内容，所以有时候去看看你自己的手机，那些东西是真的对你有帮助的吗？那如果没有，也许你可以开始清理一下自己。那再来第二点就是，当我们在网络上去做回应的时候尽量就是好好的去用一个可以鼓励，然后让这个社会更美好的一个方式去使用这个网络还有回应。就你要留言，你可以带着觉知去留言，说我今天这一条留言是可以帮助到这个人的嘛？也许你看到某一个创作者、某一个产品你很喜欢，然后你留言，然后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我是在讲我自己，就是有时候我会收到一些学生或客人们的留言，就是他们很喜欢我的瑜伽垫啊，或者是喜欢我的课，都会让我觉得哇，好像会让我觉得我的分享跟我在做这件事情是正确的，是真的有帮助到他们的。那如果是一些负面的留言，有时候也会影响我一整天，所以要有觉知的去做一个回复。就是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东西，你可以不认同对方，但是你可以用一个理性的方式去给对方回馈，而不是去用负面的言辞去攻击他人。所以这也是一个觉知的练习。就刚刚边听然后边想到这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要继续修图了。修图地狱，艺人工作的困扰，也不是困扰，就是我这欲言又止。那一个人工作呢，就是要什么事情都会做，那你会收到很多的成长的经验跟养分。所以某部分的我其实蛮享受这件事情，但某部分也是会觉得很累。But anyway， 我要继续回去修图了。昨天晚上呢，我花了1个晚上的时间先筛选照片，从原本800多张筛选到剩下150张，然后大概初修了30张的照片。那我昨天晚上有点睡不好，因为有一点卡关，就是觉得我希望我的照片它有一个灰咖啡色的那种低饱和的质感色调，可是我又希望说可以呈现瑜伽垫原本的颜色，因为这东西最主要还是我的产品照，所以我觉得稍微的有点卡关。所以我今天会比较着重在找出我照片的调色上面，可以让照片看起来是一个温暖有质感的感觉，但同时可以保留瑜伽垫的颜色。这是我今天要做的第2步骤。然后呢，第3个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因为我把我的滑鼠放在澳洲，所以我现在都是用MacBook 的这个 keyboard 去做修图，是一个很难的挑战，手指有点不舒服，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我就只希望说我可以调出很好看的照片，这是我今天的小小心愿。Behind the scenes， 现在呢要跟大家分享我在做的这件事情。我知道说大家消费者都会比较担心说瑜伽垫颜色到底是什么，然后会担心说照片有色差，所以我每次在做商品图的时候，我都会很尽量确保瑜伽垫的颜色是跟实体颜色很接近的。可是因为它牵扯到太多的因素，给你们看，它原本是这样。那我只纯修整张照片的话呢，它这个瑜伽垫颜色就会变得非常淡，所以我就要再另外把瑜伽垫颜色做回来，让它呈现比较接近实体的颜色。因为这个地板是木头的，比较偏咖啡色系的，然后还加上光，还有其他的东西都会影响我们去看这个颜色，里面会牵扯到很多的因素，就会非常考验修图人的眼睛。每个东西都有它的玄妙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张瑜伽垫，可是它其实背后真的有好多好多的付出跟努力。看到了赶快买。再来一张做示范，就是 before after， 所以有时候反而要靠修图才可以呈现商品原本实体的样貌。现在呢已经9点42，我终于修完图了。我刚才吃晚餐的时候啊，顺便去领了这个包裹，你可以跟我一起开箱。这个呢，就是我买了一个新的外接硬碟给我的，因为我一样把我的外接硬碟放在澳洲，然后我就直接订了一个新的。也好，因为这个之后它就是专门放我的所有的影片的东西，因为我的影片大部分都是拍4K， 所以都会档案非常的大。然后这有个小趣事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会开始做影片，不是因为我喜欢做影片，可是我一开始想要挑战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做影片很难，然后我以前都觉得好麻烦，然后就不是一个我会
不是一个我喜欢或者是享受的事情，我单纯是想要为了挑战我自己去做一个我不喜欢的，或者是我觉得有挑战性的，所以我开始去尝试挑战剪影片。然后剪着，现在我自己发现我蛮喜欢上礼拜发的那个 vlog 的影片，就开始发现我蛮享受去记录我的生活，然后也因为我的分享，大家有一些共鸣，或帮助到大家，都会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很开心。总之，我就是慢慢的开始享受做这件事情，所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投资。加上我电脑也放不太下，所以我真的很需要这个，不然我都没有空间可以去录制我的影片。那我会选这个呢，就只是单纯我想要找那个 Type C 接口的，因为我觉得比较方便。然后我看到这个它是有 Type C 接口的，我就跟他们订了。这样我就可以把我所有现在有的影片素材都放进去，以后都不用担心会有没有地方放的困扰。I'm full of loose ends, will you be my road? Waited my whole life, and now I know. My love won't budge. My love won't fade after the preview. 刚回到家，因为我发现我太白痴了，我在下单的时候没有看仔细。反正就是发现说我昨天买的那个外接硬碟，它需要用一般的电脑格式化才可以套用在我的 MacBook 上，所以我刚刚就跑去找我的朋友，请跟他们借电脑，然后让我格式化。顺便跟他们买了一个他们最近新出的铁盒巧克力饼干。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他们家的奶油饼，胭脂花口味。然后我也是一个超级巧克力控，所以看到他们最近新出了的一个巧克力三明治，就赶快跟他们订了一盒，可爱。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小卡，非常的精致。一盒里面有10个。很浓郁的巧克力，而且不会很甜，好吃推推。如果大家喜欢巧克力，然后又怕太甜的话，可以买，非常推荐可以买。直接先跟大家分享。看一下这个瑜伽垫的特色。那这次的 Flow 系列呢，它有2个颜色，一个呢是雾绿色的，它叫做深；一个是淡蓝紫色的，它叫做静。那这个系列的特色呢，就是它们的底部都是彩色的。流光系列它的灵感主要是来自于，因为我去年在澳洲住了快1年的时间。那澳洲地广人稀，每一个人拥有的大自然面积范围其实蛮大的。有一次我们就去南澳的 Florida Peninsula 游玩，那一次我就深刻的感受到说，哇，我真的好喜欢那种在大自然里面，你什么也不用做，但是你就是可以获得一种很宁静、放松，然后充饱电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又让我回想到我最早成立 Step Out 的初衷，先走出户外，然后你去到大自然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像你房间，你在一个空间里面，你会知道说，哦，我离墙面有多远，这个空间大小大概有多大。当你一旦到了大自然当中，是无边无际的，你量不到你的左边有多深，右边有多深，前后左右，你量不到那个范围。然后在那个无限的空间，你才会发现到说，原来我跟大自然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你跟万物是连接在一起的，你跟大自然，你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你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你跟所有的人都是连接在一起的。然后那时候你会升级一个觉知，说，哦，那我会好好的
善待这个自然，善待他人，包括善待自己。所以这个概念呢，也让我应用来到我的瑜伽垫上。我的中线的设计呢，就是在山海之间去感受你的呼吸，感受你的觉知。这次的澳洲又让我重新找回当初成立品牌的一个初衷跟理念。那推出了这一次的新的瑜伽垫，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你知道大自然当中不会都是同一个颜色，就是绿会有不同层次的绿。那这一次呢的流光系列的垫子，它也有不同层次的花纹，象征着我们的呼吸，象征着我们的流动，象征着每一样东西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的感觉。所以它是一张可以帮助你回到当下、回到呼吸的一个瑜伽垫。我真的蛮喜欢这一个系列的。如果你们对于澳洲有兴趣，我刚好去那个 Florida Peninsula 的时候，是我在这个频道第一次拍了一个那个 vlog， 对吧？连结放在这边，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看。你喜欢我的瑜伽垫，也喜欢我的设计理念，就欢迎多多支持我。